同是奴才互相倾轧，这种消息传的人很多。汪氏的亲信称陈璧君为老太婆，凡是有什么事是老太婆说的，或是老太婆要的，谁也不敢违拗。如此看来，汪精卫怕老婆的程度是远远的超过古代的陈继常。陈璧君贪墨好货，性格怪癖得很，所以伪政府的成立，陈璧君要负大部分责任，因为他是为了利欲权势，决心要做汉奸，为所欲为的干一下，其中还有报复的观念在内。至于国家主权的丧失，他是漠不关心的。陈璧君1891至1959，女，字冰如，原籍广东新会，生于马来西亚槟榔屿。1907年在槟榔屿结识汪精卫，1912年4月与汪举行婚礼。1946年以汉奸罪被判处终身监禁。1949年5月由苏州监狱迁送上海服刑。有若干为府要人和汪在室内谈话，告诉他外面的情形。汪精卫只是流眼泪，可是那个老太婆会大发慈悲地闯进室内，呼喝来人快走。无论对方是什么人，一听到老太婆的声音都会避之。这种消息谈的人很多，在我的观念中，从前总认为汪精卫是一个人才，但是到了这个地步，竟然成为老太婆的奴才，真是为他可惜而又可怜。汪精卫做了傀儡之后，深居简出，倒从来没有听到过要钱的事情。尽管部下个个弄权、弄势、弄钱、弄女人，但是汪本人对女色方面绝不会有一点点放肆，何况有雌老虎日夜看守着，所以他的私生活也可以算的是循规蹈矩。梁鸿志对南京伪府的批评说，王叔鲁、克敏在北平，日本向他讨10样，他还价5样，结果讨了8样去。我在南京维新政府时代，日本人向我讨10样，我还价8样，结果讨了10样去。汪先生上台后，日本人向他讨10样，他一口气就给他们10样，结果又被日本人加添2样，拿了12样去。这些话也成为敌伪时期的名传。还有一点，北平的伪政权一切与南京伪府毫无联系，北平币制完全用联准票和华中的经济刻画了一个极深的鸿沟。本来汪精卫登场之前，日本人答应他当沦陷区全国最高领袖，维新政府取消，北平政权也由他改组，但是事实上做不到。北平伪政权对他理都不理，一切军、政、党的措施一些也不能达到北平，就连还都督府成立时，北平也不肯派代表来道贺，不知道经过怎样的交涉，北平才派来几个人做象征式的道贺。这种情况，有人说大家是汉奸，北平还是前辈，汪精卫是后辈，所以后来就有前汉后汉之说。总之，应了一句俗语，同是奴才，老奴才看不起小奴才，小奴才更看不起新奴才。实际上，华北的伪府对华北几省却能有相当的控制，倒是南京的伪府只控制了江浙2省，安徽、江西、湖北几省势力就南极，所以南京伪府对整个华中也没有办法。汪无数次向日本人要求给他一些面子，可是日本人始终是到一省组织一省的伪政权，这种伪政权都成立在汪派之先，所以要想调动的话，简直动都动不得。后来不知经过什么交涉，才允许凡是日军占领的华中省份，或由汪氏家委，
或由汪氏派员去当一个名义上的首长，这种被派去的人也起不了作用，稍稍讲几句话就要被当地人憎厌。所以韦府的声势第一局限在南京，第二在上海，但租界是不在内的。日本人也有理由充分的说法，说与汪精卫最初接洽时，汪说至少有20师国军会倒过来，欢迎他的人民至少有几十万，半个国民党也会倒过来。但是后来事实表明，一些都不能兑现。后来大东亚战争开始，日军进入租界接收一切，海军部接收了《申报》，陆军部改组了《新闻报》，照理《时报》《时事新报》应该由汪派接收，可是汪派一点也没有接收到。